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思南县，在县城边凤凰村的大山悬崖上，我们看到了特别惊奇的一幕。悬崖上发现一栋特别显眼的绿色房子，镶嵌在崖壁之间，非常的险峻。房屋面朝悬崖，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谁会把房子修在这么高的地方呢？上面会有人居住吗？我们上去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的下方，目前整个崖壁呢是被这个浓雾笼罩啊。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呢，从这个地方步行上去应该是要走1个多小时。我们慢慢走上去吧，应该到时候雾就会散去了。看一下这个云雾已经会开始慢慢的散开。这个房子应该就在这边的崖壁上啊，还要走好一会儿哦。好一会儿，可能还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吧。今天比较遗憾的是有雾啊，目前来说还看不到周围的环境啊，要不然的话，这边整个周围的环境是非常之漂亮的。真的是登高望远哈。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崖壁角这里啊，看到这里一大片的平地。这边呢就是凤凰村啊，车子可以开到那个地方，也可以开到这个地方，然后步行呢上来就可以到达这个悬崖上。这边就是房子所在的崖壁。我们现在要走哪里吗？这个崖壁缝这里上去，然后从我头顶上这里应该有一个步行小道过去。这个陡不陡？哇，我们现在是在2个崖壁之间穿行，非常的险峻。来看一下这里，很狭窄的一个通道，而且是笔直的向上攀爬。因为今天在下毛毛雨啊，路面也比较湿滑。看一下，就从这个巷道上去，然后从这边步行到崖壁的中间。哎呦，又把我整摔一下啊！嘿，嘿，看一下这个路啊，真的是非常的险峻啊！哇，太累了，从这个悬崖下爬上来，现在是满身汗。到了这个三岔口啊，往这边这里过来呢，就已经到了这个山门的位置了。从这个门过去呢，就不远了。这个门应该是后来修的啊。哇，这里就是一条崖壁小道，从这里过来，走到这里之后，我们就要特别当心了啊，因为下边都是这个万丈悬崖，对不对？幸好呢有这些树，还有就是今天呢，因为是大雾的笼罩啊，所以我们看不到下面的一些场景，可能这个感觉走起来的感觉呢就没有那么害怕一点。这边过去应该不远，就是那个房子的位置。哇哇哇，已经看到房子了。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也太神奇了吧！我们看一下上方的悬崖，它实际上是往外面的，也就是它这个房子修建的位置是一个内凹的一个位置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石头上还画了好多字。走到这里之后呢，看到这里有一大堆的这个废木料，有可能啊，以前这里这一片都是这个木料撑起来的，只是现在呢，好像拆了一半了，对吧？大概是这样子的。哇，来看到这个边上这个石头啊，就放在这个崖壁边上啊，有点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可能脚好像稍微动一下，它就可能下去啊。我们走到这里呢，其实这是一个寺院哈，它不是住人的。
这个中间这里啊放了很大的一个石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哇，这里还早有一个孔，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咱也不知道啊。这边也有一个孔，这里呢是这么一个像一个令牌的这个印记的感觉，这个可能有一些解释吧，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我的这个右侧呢，因为是一些佛像啊，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这个拍到啊。大概就跟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一个险峻的环境啊。今天呢，因为是大雾啊，直到现在这个雾围还没拆开，像这些地方就非常非常的险峻。然后你看这些石头，它都是靠在这个边上的，仿佛我们稍微动一下就可以掉下去。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石头挡住呢，其实你是不太敢走这么边的。我们总感觉它是可以替我们挡一下的，是吧？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崖壁。这个崖壁呢，它是一个内凹型的一个崖壁啊。这里呢也有一堆木材，然后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地方也有一堆木材。这2堆木材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拆下来的，也就是以前这个房子呢，它可能很长哈，从那边开始一直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都是这个房子，只是后来呢可能拆掉了一部分。或许在远古时代的时候，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人居住过，因为他们要在这里守这个寺庙嘛，对吧？那么我们目测发现这个崖壁呢，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这样子，可能是人工后来开凿过来的。可以看到崖壁上还有很多的一些缝隙，包括这些石头呢，也是人工开凿过来的。哇，这个也是浩大的一个工程啊，因为这个房子已经建了几百年了，对吧？那以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机械的设备啊，都是手工开凿过来的。能够从这个地方做这么宽的一个通道过来，还在这里建了房子，你可想而知这个要多大的一个工程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险峻。这里是200多米高的一个崖壁，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不得不佩服啊人类的巧夺天工。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沿河的大山里啊，刚刚用无人机查看了一下，前面那儿呢有一个大断崖，大断崖的边上呢还有几栋木房子啊，看去呢破破烂烂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啊。咱们今天步行过去探访一下。山里的路啊，真是望山跑石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呢是那个地方，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说呢，要绕过前面这些山峰啊，才能走得过去。我估计最少得个把小时才能走到吧。这个山上现在漫山遍野的这种红色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呢叫做红籽啊，这个是可以吃的。如果大家是走到山里啊，这个肚子有点饿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采这个红籽来吃啊。现在在贵州的山里呢，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东西，看看吧，漫山遍野的都是。而且这个呢，好像还有人现在拿来加工成这个酒啊之类的。哎，走到这个垭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几户人家了。大家看一看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视野非常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像一座石头城一样，整个他们居住的周围啊，全部是石头。他们这几家人身后断崖下边的河流呢，就是麻阳河。
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住在这里会不会缺水呢？我也比较有疑问啊，因为这个山体呢也比较薄，然后都是石头，我估计藏不住水啊。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搞养殖的天堂。那当然，他们也是在这里搞养殖啊。我们看到这下边有3栋房子，看去呢都是破烂的，没有人住了。我估计有人住呢，也就是顶端的那户人家有人居住啊。像这些地方呢，基本上不会有人来踏足。你看人家出行的几条道呢，全部都关起来的，因为没有人来。然后他们有喂牲畜，也预防这个牲畜呢，来破坏里面种的东西吧。我感觉这里以前应该最少住有7、8户人吧，然后现在呢就少了，这房子都是破的。然后像这一间的话也是破旧不堪了，住不了人了。哎，那一家炊烟袅袅，有人在家。那么还有上边这儿也有人在家，我们看到有一个老人家在那个房间的门口，去看一下。非常高噻。哎呦，鹅叫，狗叫。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也是以前的一个宰基地，现在吃饭没得呢？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得啊？吃了，你吃嘛？吃了。我说话你听得懂噻？我听不懂的，讲那个哪听得懂？你一个人在家头啊？你姓哪啊？姓周。你们这里姓哪个啊？我没得姓。姓刘，全部都姓刘吗？还有是姓蓝。有姓蓝的。我看没有好多牛啊、羊子的那些是你们养的吗？我们养30家人养了。30家人合起养的。你家猪都杀的啊？刚杀的啊？杀了，他那个没得背跟小儿的杀起来，他们要来背的是吧？背进去过年呀。看一下这个阿姨家杀的猪，我天，这么多！我这个现在30克了，3个儿一根鱼了。3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都要来拿点哈。我过来耍也没带那么东西，我送点东西给你。要想办法，我就来吃。我带东西不方便了，所以我就带着一瓶酒。你把那来，你把那垮包就了花。咦，你垮包就。这个酒啊，你拿到吧，我顺便带起来的，我是来耍的。这个是天麻，你见到过天麻没得？这个是我们遵义的酒，这个是天麻。天麻的话就是哪个东西脱荤啦，那些都可以拿来炖来吃。可以拿来炖来吃，好吃。你要搞那些东西啊！我给你整个饭的。不整了。是这个灰黄黄的哎。你哪里都灰毛毛的，我们还不是农村的，你不用再烤点火就走的，没事啊。你坐起烤，坐起耍点嘛。要吃干货啊，要搞开水啊。你要搞点蜂糖啊？我说你那个蜂糖一看就是好的，看你拔完了。这个蜂蜜它是好蜂蜜，像猪油那个。你少整点，我吃不到好多，这个太闷了。少整点。我说话你应该都听得懂哈。你想的说又不要想懂，我这个懂得。要不要好像又懂不到哈。我们是重庆噻，我大了叫几个读大学，有几个孙儿在读大学啊？大了叫大了去到同治大学。还有姑娘又到市民这个实习，到医院了。医院实习啊？耶，那是好工作哦。又去到做狗中啊，年轻口气出狗。怪不得你说的儿子负担有点重。是哇，你得关心你有这个。已经开了哈。
哎呦，谢谢！哎呀，今天到阿姨这里来还，今天在阿姨这里吃到这个原生的蜂蜜啊，就是有点太多了，我天。山里面蜂糖是在治病噻，它药材花多了嘛，药材多。我们这是橘子上几年都是老花，你知道它有比药材花的。对，它药材花来做的。我给你煮点饭啊。不整，坐起耍儿，我一会儿就走，我要走洋河。太多了有点。哎呀，我们也来这都来，去年都不卖了，这些蜂糖才加工对呀。去年子给你卖2升金蜂糖，他卖到城里面去哈。他那些位置我没有。你一年可以产到200斤差不多哈。我呢？去年这个有300斤。今年可以300斤。去年带有大把斤。前年再带几十斤。你们说天在丢包啊，他说他要给来奖励我了啊，我不奖励我也听不到，还要奖我吧。天才地宝哈，还是就是喂蜂子的话，还是要靠运气哈。运气好了，它就越来越好。从你们这儿走后山那个走麻阳河了，要走好久啊？如果以前走路应该走得下噻噻。路耶，去都要快点赶上，那人家同坡要写几十站在上面。写几十站？2个小时走得上来不？说慢点跑2个小时走这个地方。我就看你别的不得屌啊，就济州是省的个沟哈，麻阳河。要种水啊，蛋牛啊，就是。那我蛋本呢？不整了，我要走了。吃点饭去吧。不吃。我拿给你那个叫天麻，你拿来炖那个排骨啊，去炖来吃。我跟你讲啷个吃法哈，你第2天要炖的时候哈，头1天晚上烧开水来把它泡起来，泡上了第2天把它切了之后再和排骨一起炖就行了。那是细心的。不谢谢。听那个刘阿姨说啊，以前他们这个地方有20几户人家，全部都搬走了，现在只有2栋房子有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他们这几栋房屋的后山呢就是大断崖，然后下边呢就是麻阳河。朋友们如果喜欢这种徒步旅行的呀，可以到这里来到麻阳河去玩一玩啊，非常的不错。天呐，朋友们，今天的五峰岭真的是如人间仙境啊，云雾缭绕，美轮美奂，若隐若现的。那一栋300米高独立悬崖顶上的房子就在这个上面，美不美？带你们上去看一下。朋友们，无人机航拍之后，竟然发现上面那个房子被改造过了，边上还做了围栏，难道上面住有人了吗？要爬上五峰岭的话，就是走这样的石梯上去啊，要走半个多小时。大家看看今天的风景，真的非常漂亮。我跟你们说，今天我不是到这里来拍摄的，本来到沈阳来有事，正好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发现离这里比较近，然后我看到这个云雾缭绕的非常漂亮，所以我猜测呢，这里应该也是云雾缭绕的，所以我就早餐都没吃啊，就在镇上买了2个饼，立马就往这里赶，还好我赶上了。真的是太漂亮了啊！本来呢我不打算上去了，但是我跟朋友们一样啊，都有好奇心。那个房子被改造过了，所以一定要上去探一探，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看到没有，到处都是美景。你看我身后，是吧？在我们这里真的是10步一景，随便到哪里看都是美景，美美的。所以呀，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到贵州来旅游，一定要到贵州来看一看这些山，看一看这些水。以前都是穷乡僻壤，现在是什么？国家的后方公园，对不对？大家听一听鸟叫的声音。现在都已经10点钟了，朋友们。这2个饼干啃，差点没噎死我。
这边是有一道门的，这道门走过去就有一段悬崖栈道，然后就到那个房子那个位置。这个上边写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所以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里抽烟了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的话就不得了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崖壁的栈道，外边实际上是万丈深渊，只是大家看到有树呢，就觉得不恐怖啊。实际上下面是悬崖，这边就到了这个废桥这里。看一下这个桥呢，就跨越到对面那个上面去，也不知道这个桥以前是修来干什么的哈。我猜测呢，就是躲避土匪用的。下边看看，都是这个钢索啊，已经腐朽不堪了。这个下边是有差不多200多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啊，大家不要到这个上面去尝试。这里也有明显的标注，桥梁老化，请勿靠近啊。这个上边呢，就是房子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边上已经拉了很多的绳索，那么这个上去的这个台阶呢，也用这个水泥来进行固化了啊，没有以前那么危险。这个我估计是这个当地的部门呐，他们觉得到这里来游玩的人太多，然后呢，预防万一什么的，所以呢就在边上做了一些保护措施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之前没有做这个围栏的时候，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险峻啊。这个下边呢就是万丈悬崖。那现在这个防护措施做好之后呢，让你感觉会更安全一点，特别是一些恐高的朋友啊，又想上来挑战。马上就到房子的位置了，哇，真的是翻新过了，焕然一新啊。这些青瓦呢，就是之前在这个房间上边的，现在呢已经全部拆下来，改成了这种特别漂亮的这种红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上面都盖了新瓦啊，上边还做了2条龙，跟那2龙抢宝是吧？现在看起来是漂亮的多啊。大家特别好奇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我带你们看一下吧。很多朋友呢特别好奇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小房间，然后这儿呢有供奉一尊菩萨，但是我们呢就不能去造这个佛像了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些呢应该是施工留下来的一些手。这个边上大家来看一下，这里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这个崖壁到下面呢，大概有200-300米。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下边的住户，大家看一看，这个下边就是住的人家，那个房子有100多平米，你们看看有多大一点。所以恐高的这里还是不太适合上来挑战的。这边都搭有这个，你看，尤其是这边特别的窄啊，这个下边真的就是万丈深渊，不能随便开玩笑哈，尤其恐高的朋友。当你到达这个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豁然开朗、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现在这个房子看去呢，真的是焕然一新哈。我们经常到这里来玩的朋友呢，也要感谢一下当地的村民，他们呢把这个房子修好了，把瓦也盖了新的，然后呢边上的这些防护措施呢也做得更加到位一点，也给想到这里来探寻这种险境的朋友们呢更加的多了一层保障哈。但是呢，依然要劝大家，如果你是恐高啊、有高血压之类的症状啊，站在高的地方你会头晕啊之类的一些人群呢，你们还是不要到这里来挑战啊。就像我们不怕高的人哈，你站在这个位置一直盯着下边看呢，你也会头晕的。好了，朋友们，现在要下山了哈，大家来这里玩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最后呢，再让大家欣赏一下这
这里云里雾里的人间仙境。在贵州凤冈县的大山深处，生长着一棵特别神奇的千年古树马宁光。这棵古树啊，盘踞在悬崖峭壁之上，整棵古树啊，看去光秃秃的，非常的漂亮。看到这样的场景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真的是令人惊奇。环顾了一下这棵古树的四周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树木。那么这棵古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在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上，它又是如何吸收水分去生长的呢？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咱们今天就来实地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凤冈县凤岭街道的大山里啊，这个地方呢，离凤冈县仅仅只有10公里。我呢已经有差不多1-2个月没有出门了啊，这一次终于要出门了。然后这次的行程呢是先经过铜仁，然后到这个湖北恩施、利川，再到重庆的巫山、巫溪，再到城口等等这些地方呢，慢慢的到重庆，然后再回家。我们这一次行程的开始呢，就先带大家来看一看凤冈深山的这棵千年神树马宁光，它的长相真的是太奇特了。虽然已经来过一次啊，但是呢，我们全中国有10几亿人啊，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没有见到过的。希望呢，看到这棵古树啊，能给大家带来好运，也能给我呢带来好运。我们要来到这里呢，就把车开到山腰的这个公路这里啊，然后再通过步道呢，就可以来到马宁光树的位置。大概步行呢，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吧。现在的山里呢，好多的树叶也掉了。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看得就比较清楚一些。前面那儿呢，就是马宁光古树啊。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只有这里哈，这边呢还没有修，可能是现在来参观的人多了。然后这里呢又修了一个步道上去呢，可以在那儿呢更清楚的看到咱们的古树马宁光啊。这个观景台的位置啊修得非常的不错，站到这儿呢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我们马宁光树的一个构造。大家是不是都非常的好奇这个古树它是如何能够生长到这么巨大，这么多奇形怪状的这个根系呢？它可能跟它绝景逢生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在这棵古树的跟前呢，还修有一座寺庙。从这个寺庙门口矗立的这些石柱子来看呢，这个寺庙也是非常古老的了。这里呢就是马宁光树的一个根系，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根呢从那儿，然后它穿过这个石头下方呢到这里来的。那么这儿这个长的这个小疙瘩呀，我们看去有点像这个小猴子的头部，所以我们跟它称一个名字叫猴头。这个根系呢，它真的是见缝插针啊，看到有缝隙呢，它这个根系就歪过来了。我们真的走到这个跟前的时候啊，真是令人非常的惊叹。马宁光树的根部啊，看起来金黄金黄的，非常的漂亮啊，光秃秃的这种感觉。如果我们是第一眼看到这样的场景的话，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好像人工雕琢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啊，这完全是大自然原生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善于观察者，你在这棵古树的根系上会看到很多神奇的东西。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去，就树根前边这一个包的位置，有没有感觉像一个猴子的头部？这个地方
也是比较神奇，也是有一点像一个人的脸部的一个形状。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当地人把这个称作为菩萨眼，有一种这个聚光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整个四面八方呢是收缩到中间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上边还搭有红布，当地的百姓呢也把这棵千年马铃光呢奉为神树啊。所以说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来这里祭祀。这个根系它是完全贴着这个岩石来生长的，看起来就是浑然天成、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我们从上面看到这几个枝桠呢，可能感觉不到这棵树有多大，但是它这个下边主根的这个直径啊，起码也有1.5米多的直径。这个地方有一个空洞的口子，其实这棵马铃光树呢，它整个中间是空的。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象过，会不会有个什么小动物啊，它在这个古树里面修道呢？这棵马铃光古树啊，它不仅仅是千年古树，而且呢，它也是中药材。据说在好多年以前啊，他们当地的百姓啊，得了一种疮，就是很难治的那种疮，然后他们就来这棵古树这里啊，捡的这种皮。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它这个皮是要掉一些的，他们就捡这个皮回去煮水呢，就把那个疮治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马铃光树上冬天掉下来的这种皮呢，它也是一种中药材。在这棵马铃光树的这个后方呢，还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据说呀，在天干久了，或者说下雨久了，这个地方呢都会冒出白雾出来。那么大家肯定很好奇啊，整个周围呢没有相同的这个树种，那么这棵千年马铃光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很多朋友应该是会想到，可能是飞禽走兽什么的把这个种子呢带到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的。那么它又是如何生长的呢？整个悬崖峭壁上并没有多少的土壤，这就跟这个下边的这个洞穴有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洞穴呀，常年是在往外面吹风呢，而且它的湿气呢比较重，所以这个洞穴吹出来的风呢，正好透过这个岩壁呢，能够辐射到种子，所以呢，它就慢慢的发芽，慢慢的成长到今天这棵参天大树。说到这里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更神奇了？大自然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吧，如果没有这个洞穴，咱们就看不到今天这棵神奇的马铃光树，也就看不到我们洞前的这个寺庙了。你们现在知道这洞穴、马铃光树和寺庙哪个先哪个后了吧？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们遵义凤冈啊，一定要到这里来看一看这棵千年马铃光。我敢保证啊，你来到实地看到这棵古树的形态啊，会比视频中看着更加的震撼。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茅台镇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因为茅台酒才知道茅台镇，但你们不知道，茅台镇啊，其实在上千年就已经非常出名了。据《史记》中记载，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刘彻派遣使臣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王的宴席上啊，唐蒙第一次品尝到了赤水河流域的美酒，于是特献给汉武帝饮用。汉武帝饮用后呢，赞其甘美之。这种后来成为皇帝贡酒的美酒啊，名为举酱，一个酱字啊，联系了上下2000多年。茅台古镇世代居住着普辽部落，最早的举酱呢，就是普辽人酿造的。在河东岸有一股纯净的泉水，普辽部落砌了一口四方形的水井，方便来往行人饮用，深得人心，人们便称此为四方井。普辽人在街后筑土台，立灯杆祭祀祖先，对先人开荒破土表示崇敬，又把四方井改名为茅台。元朝以后更名为茅台村。茅台镇由于水路畅通啊，市场繁荣，一度改名义商镇，又因地处仁爱要冲，是川盐入黔的水路终点站，同时又是陆运起点站。川盐入黔从元代忽必烈的时候就开始了，距今也有近800年的历史。清代乾隆10年，公元1745年，
贵州总督张广世奏准开凿赤水河道，川盐从此得以通过长江进入赤水河及其消盐区。清光绪3年，公元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了把贵州和云南的铜、铅、木材等运到北京，再把川盐运到贵州，奏请光绪帝批准再次动工治理赤水河。赤水河运输条件大为改善，每年由赤水河运到茅台的盐大约有600多万公斤。茅台镇在盐业的带动下日渐兴盛，四面八方商旅云集，运盐人夫、马帮、航船络绎不绝，百业兴旺。盐业与酒业空前发展，但鲜为人知的是，茅台镇的木商、药商也曾繁荣一时。商业发达使茅台镇的人口急剧增加，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消费市场。据说当时在茅台镇上每天进出的马匹就有上千匹之多。1935年，红军进入茅台，没有惊动当地的居民，就在街上席地而睡，秋毫无犯。因为酱酒当年的度数比较高嘛，军队恰好缺医少药，这个时候酒就起到了很好的消炎解乏作用。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河的时候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有支持渔船，有支持门板，有支持楼板的。很快就协助红军顺利的在茅台搭建了3座浮桥，也很顺利的渡过了赤水河。100多年前，在美国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从一只土陶罐中溢出的茅台酒奇香扑鼻，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品酒师，茅台酒也赢得了当年的金奖。至此中国悠久的酿酒历史和隐藏在群山峡谷中的茅台古镇开始为世人所知晓。今天的茅台镇更有着上千家酒厂，白酒企业百花齐放，保留茅台镇古朴风韵的同时酱香白酒产业园区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昔日的茅台村如今早已变成了一座魅力无穷的酒镇。这里面就是咱们的酒厂的酿造车间，非常大然后这边这种就叫做窖坑，那边在酿酒，这边在摊粮包括这个堆积发酵等等。然后酱酒大家知道都是12987的工艺，它是1年的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它的生产周期就需要1年的时间。那么酱酒酿出来之后它最少要存储3年以上才能够出厂进行销售，最低的话它也需要4年的一个时间。整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要经过无数次的这个工序才能够看到我们的成品酒出来。所以说这个酱香白酒它又有酒中皇后的美誉。这里就是纯酒的酒库。其实在茅台镇除了酿酒需要这个好的环境，纯酒也是需要在茅台镇更加的好，因为这边所有的地方都是这个酒厂。那么这个酒存到这个房间里包括这些窗户都有打开的。为什么要打开呢？就是各种的这种微生物，大家都在这里存酒，都在这里酿酒，那么很多的微生物它就会飞进来，也会对咱们的纯酒有很多的好处。同样的存储你在这个地方存储1年很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存储1年的酒它是没有这边的这个品质好的。所以它不光是酿酒是天然的一个优势，存酒也同样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看到这样的场面，你是不是觉得哪家办喜酒其实不是是我们村我们小组的公路通车仪式。尊敬的各位领导、乡亲们，大家中午好！今天是我特别高兴、非常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盼望已久的新庄村袁家岗通州公路马上就要正式通车了。在这里，我代表全体乡亲向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级政府、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历年新庄村袁家岗通州公路通车仪式现场的各位领导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这条路不仅是我们村与外界的纽带，更是我们发展的增长点。在这里，我要感谢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条通州公路的修建不仅涉及到资金，还需要政府
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尽管路程艰辛，尽管路途崎岖，我们这条公路上却看到乡亲们的拍摄和付出。最后，让我们一起为通州公路的通车祝福，愿它成为我们袁家岗更加繁荣富裕的美好象征。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幸福。谢谢大家。说得非常好，说出了我们乡亲们的心声，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活动进行第二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庄村包村领导、松林镇综合执法局何振林局长讲话。各位新庄村的袁家岗的这个四大乡亲，在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也在全体村民的积极配合和付出辛勤的劳动下，把我们这个路修好了。希望这个路的修好以后，大家节节发展、生产、改变生活，逐渐成熟，以更好迎接明年的美好生活啊！我讲这里。感谢何局长的祝福和祝愿。活动进行第三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松林镇人大主席徐生同志讲话。各位乡亲，大家中午好哈。今天这个天气很冷，但是我感觉到大家心是热火的。又是到了现场之后哈，看到我们这条路通了，大家的脸上的笑脸更加的灿烂了。所以在这里啊，今天这个路啊，在大家的一起共同努力下，今天就要正式通车了。这里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啊，这里谈我自己的3个感想嘛。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感谢啊，首先是要感谢我们的党的政策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我们新庄村的那个面貌每天都是一个样啊，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我们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现在修通的这条袁家岗的这条路是我们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我们把它修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感谢党的政策。第二个就是要感谢我们区财政局和我们村支两委啊，这条路是区财政局的1/1亿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是我们村里面的村董事书记莫银祥，还有我们的第一书记严帅，他是财政局下来挂职的第一书记，他们2个在财政局跑了不少的趟数，把这个项目跑下来。最开始这个项目啊，应该是分到2个镇的，最后在我们的努力下，全部都用在我们这条路上，最终把这条路打通了。这个是第二个是要感谢我们的区财政局和我们的村支两委的共同努力啊。第3个就是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啊，在现在现场的我们所有的这个父老乡亲啊，说实话我非常的感动啊，尤其是那天我在群里面看到了大家投工投劳，大家一起来把这条路来帮到他来把它干完。其实我在干很多项目的过程中这个项目能不能干好，首先就是看有没有群众基础，大家同不同意，支不支持这个项目的发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条路大家可以看同样的我们田坝那条路打了好长时间，我们这条路打了好长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困难的天气条件下，这么快的通车，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啊！这里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啊，代表我们村支两委，向在现场的各位我们整个袁家岗的所有的父老乡亲表示真诚的感谢。在这个机会提2点希望我们大家共勉。第一个就是希望我们现在通车这条路不仅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一个连心路，也成为我们整个新庄村和我们袁家岗发展的一个产业路，我们的小康路，我们的致富路啊。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条路当成自己家的路一样去爱护它、养护它，让这条路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啊。第二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交通出行安全。路修通了，我们的交通的隐患它就变大了，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中，尤其是我们新庄那边又容易林动，又道路又比较崎岖，大家走的时候大家互相提醒做到我们的交通安全，让这个路真的变成我们的健康路，
最后就是和大家共同的一个祝愿啊，祝愿我们的新庄村啊，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镇党委和我们村支两委的我们所有群众共同努力下，我们新庄村的明天会越来越美，我们群众我们大家的口袋越来越鼓，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啊！谢谢大家。活动进行第4项，请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镇人大主席徐生同志、镇综合执法局何局长和新庄村穆应祥书记为通祝公路剪彩，左手拿红丝带，右手拿金剪刀，剪出我们的幸福之路、希望之路。鸣炮！现在我宣布袁家港通祖公路正式通车。北京的下关风吹呀吹，吹不干千年的洱海。我遇见你的那一天，世上才有风花雪月。十里香上关花开呀开，开不完相思的缠绵。我相信最美的情缘，不在天上，在人间。等到那一天，风停了，花谢了，等到那一天，雪化了，雨落了，我就化作一只蝴蝶，静静落在你指尖。在贵州开阳县的大山里，我们的无人机发现了一处特别奇葩的养殖场，远处看去就像是挂在了悬崖峭壁之上，令人叹为观止。这里真的非常漂亮，在悬崖峭壁的中间冒出来一股洞泉，建养殖场正好将这一股泉水分散开来，形成了下面这样的扇形瀑布，看去呀真是美不胜收。我们注意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建在峭壁上，所以公路无法到达。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河边有一只小船？这只小船就是这个养殖场进出的交通工具。顺着小船的地方向上走石梯就能到达养殖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特别奇葩的养殖场，里面养殖的都是中华鲟，而搭着棚的地方下面养殖的应该是娃娃鱼。这个场地啊真是绝了，简直就是人间仙境般的地方。我比较好奇啊，这个老板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地方的？太奇幻了。据说这儿养殖的娃娃鱼和中华鲟是出口到国外，人家完全不愁销路的。而且这儿真的非常隐蔽，不走水路，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里。我们也是用无人机无意间发现的。
然后步行到这个山顶呢，才能看到这么震撼的场景。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个地方，整个养殖场的位置上方是悬崖峭壁，养殖场下方的这个地块，从周围的地形来看，应该是一个土块。如果没有人在这里建养殖场加固这个场地，或许这个土块已经不存在了，咱们也就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不对这股水流进行分散处理，沟壑会被冲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快，泥土就会被大量带走。特别是在涨洪水的季节，水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呀，人与自然它是一个共生循环的关系，对吧？站在中立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人为在这里加固地块，或许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场景。正因为有了人的参与，才让这个地方呢更加漂亮，更加的生机勃勃。大家说是不是？即使是这样呢，这里的泥土依然在慢慢的消失。在遵义市汇川区仁江村的一处崖壁上，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列有序的山洞，大大小小23个洞口并列成一排，看去非常的壮观和震撼。据了解，这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军械库。1938年，广西第42兵工厂迁至遵义，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不得已才将机械库修建在这崖壁之中。当时在这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千人同时作业，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几乎都是纯手工打造，规模之庞大，几乎将整座山体掏空，半年时间就修建完成，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崖壁下这一排洞口的地方，走，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它这边这儿呢是有一道门的哈，有一道门进去呢就可以到里面的通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这个牌子啊，排子洞抗战军械库旧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里面呢，它这个全部是人工开凿的哈，在这个石头边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钢钎呀、战纸打过的这些印记啊，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上千人在这里面作业的这种热闹的场景啊。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下水道吧，它这个是做的下水道，然后这个隧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差不多就是2米多一点的宽度，这个高度呢，大概可能有个3米多吧。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一间的这个储藏间，这个就比较大哈，它像一个桥洞的这个圆弧形的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一个房间一样，但是这里其实是整个岩石山体啊，一点一点的抠出来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石壁上的话，都留下了很多钢钎呐、这个战纸的这么一些印记啊。我呢其实参与过这种爆破山体的这种实践的，所以说我大概知道它这里面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当然就是最原始的工具，像钢钎啊、2锤啊、铁锹啊这些东西，但是也会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些火药。比如说我们要开凿这么一个隧洞，对吧？那可能边上呢要用手工砸掉一块下来，那我们再从另一边呢打孔啊，然后呢计算出这个需要的火药的量，然后呢再往里面把这一块呢给它震下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来挖这个隧道这么一个过程啊。这边这个房间呢就建得比较特殊一点啊，它是一格一格隔开的，也不知道以前它是做什么的，还是后来又怎么改进的也不知道哈。哎，对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地方我上去指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上面没有，这个上面就有一些孔洞啊，东一个西一个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孔洞。那这个孔洞是干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往里面砸一个洞啊，用那个钢钎去敲一个洞之后呢，把这个火药干嘛呢？就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去一块一块的震下来。这也验证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观点。然后这边到这个洞口来啊，我们往外面看一下。啊，这个外面看起来这个环境啊，风景是真好啊。以当时的基建能力开凿这么大的工程啊，真是了不起。这里的每一个刀痕，每一个痕迹呢，都能体现了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行走在这个步道上啊，每一步都感觉到这个工程的伟大。这个过道啊，它总的有150米长。那么它这个建设方式呢，也比较奇特。内侧是过道，外侧呢是房间。总的呢有23个洞口，分别被隔成了19个储藏间。那为什么这个外侧会建这个房间，内侧是过道呢？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这里面呢是堆放的这个兵器啊，包括枪支啊、弹药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兵器，它的操作呢是要非常精细化的。那我觉得呢是洞口，我觉得这个储藏间在外面呢，很有可能是光线的一个原因啊。这个过道还是挺长的哦，我走了好一会儿还没走到，这里才走到什么第10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才走9间。它这个编号呢是往那边是大号，这边是小号。啊，我们现在相当于才走一半啊，所以说还是特别长的。它的每一间呢，差不多也都是这个造型吧，因为这个造型应该就是最原始的造型。这里是原料仓库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什么仓库？药品仓库是吧？它这个每一间的作用都不一样的，像这里的话是成品仓库，它可能就是堆放那个枪支弹药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呢就从另外一侧呢这里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呢，它这个外边呢还有一个通道，那么这边这些呢就是洞口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23个洞穴呢，它是这个房间呢是在这个崖壁的脚下，然后呢在里面硬生生的开凿出来的19个房间，所以说这个工程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哦。抗日战争之后啊，在1966年的时候，沈阳的飞机场搬到遵义，然后第5709的生产车间呢就被放在了牌子洞。当时在这里是生产和维修航空雷达探测器的。牌子洞因战争而建，因和平而显，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默默无闻中又透露着强烈的责任感，最后止步于和平年代，同时呢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这段艰难的历史，记得在中国大地上有千万个牌子洞，记得祖辈挥洒过的热血、泪水和汗水。最后，希望不再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习水县的深山里，发现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沙树王，据说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一棵沙树的旁边啊。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习水县的太平村，离习水县城呢仅10公里哈。所以说大家想来看这棵古树呢，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看到这里写有中国沙王的牌子，这个上面呢有记载了一些他们过去的故事，包括当地的老百姓呢，他会把这棵沙树呢奉为神树，据说是南宋时期就种在这里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大环境啊，
整个周围都是群山围住。那这个地方呢，有一棵巨大的这个沙树，这棵沙树的树高呢有44.8米，它的胸径呢达到了2.23米。2.23米是什么概念？我的个子是1.8米，也就是它横向这个沙树的直径呢都有2.23米，比我一个人还要长，对不对？所以这棵树非常的厉害啊！距今为止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一个历史。1000多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你像这样的古树要存活1000多年，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看到它虽然是枝繁叶茂啊，但是呢，也些许的看到很多的一些沧桑。很多朋友觉得呀，就是沙树长1000多年可能不是那么珍贵，但是大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沙树呢，主要是我们农村建房啊、做家具的一种主要材料，所以说它长得不怎么大的时候就已经被砍来作为这个柱头啊、做家具啊、装房子啊等等。所以说你现在想要找到这种1000年的这种沙树呢，其实还挺难得的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儿来看看这棵1000年沙树啊哈。这个我们人活100岁已经是很稀奇了，当然这棵沙树呢已经有1000多年了，对吧？值得一看，也来这里沾沾灵气。这个地方呢是雾川和凤冈的交界处，看到没有？这个石头就在这里，咱们来看一看。走到这个石头跟前，发现这个石头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目测呢，应该是有25000多斤重吧。那么它这个下面是非常的细小，整个上面呢是比较大，这个两边呢都是凸出来很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能够掌握这个平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啊，非常非常的大。刚刚我说的是2万多斤啊，我可能感觉会不止。诶，这个视角比较奇特哈，我给大家好好的摆一个角度，你看看，这样子来拍摄的话，我们这个左边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人的人脸？这里是一个鹰钩鼻，对吧？好像这个头部呢是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里，好像凸出来的一个猴子的一个脸的形状。你们觉得像不像啊？我感觉反正走到这个角度啊，我就看着这个视角非常的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底角的这个位置啊。石头这一块虽然是平坦的，但是它和上边这个巨大的石头，它的接触面、接触点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可以摇晃的一个原因。那么你看看这里啊，缝隙都已经比较大了，还有这边这里啊，看看这个缝隙，实际上呢都已经延伸过去，直接破开了。那么相当于这个左侧这一块这个石头有点险峻啊，有点险峻，有可能随时都有掉下来的这种可能，所以说还是尽量的少在这个底下去玩耍哈。那么从这个位置来看啊，你看这下边都是有缝隙的，它相当于只有这一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着力点。这个石头呢，他们当地的人啊，把它称为这个风动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风稍微刮的大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石头呢都会闻风而动。现在呢，这个石头是没有动的，大家来看看，我来推一下，它会不会动啊？
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整幅？是不是动得非常的厉害？当然，这个来推这个石头呢，它是有一个巧劲的，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要力量重一点，然后来推一下。我真的担心我把它推倒过去啊！但是大家看了这个结构之后呢，你没有一定的力量呢，可能还是推不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间那个位置啊，它是垫呢中间一条线垫在这个石头上的，那么两边呢这个石头都是平的，你把它推过去之后，它有一边正好卡住的时候呢，它就要回弹了，大概5公分的这么一个整幅吧，一到了这个整幅呢，就是最大整幅，它就这样自己晃起来了啊，还是非常的神奇啊。如果说有个10个8个人来推一下，我感觉是有可能把它推倒的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尝试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垫一个石头垫着，你再去推的话，可能就推不动。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透光的，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啊，它都是透光可以透得过去的，这边也是透过去的，所以它其实只有中间这一点呢，它是垫在这个石头上的。所以这种大自然呢还是比较奇特的，而这个石头呢，真的是看去摇摇欲坠啊。我们看看，尤其是这一边。因为这个下边呢都已经裂了一道缝，看到没有？这一块啊，从这个位置这一块啊，感觉真的是稍微用一点大的力的话，都很有可能掉下来。一旦这一块掉下来的话，这个石头整个石头就会失去平衡，有可能呢就往后边倒过去了。这个咱也说不清楚，反正尽量的保护吧，尽量的不要让它倒下来。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偏远山村的悬崖峭壁之上，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超级工程，那就是大发天曲。这条沟渠全长9400米，像一条巨龙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大发天曲的这条沟上啊，相信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大发天曲我拍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呢要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先带你们去看一看大发曲的源头，然后呢再顺着这条沟渠继续往前走，要翻过3座悬崖，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当年修这条沟渠的不易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这边呢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那这里呢也比较简单哈，就做了一个拦堤坝，然后呢把这边这个罗丝水沟沟的这个水呢拦截到这个沟渠里面，然后呢源源不断的流向草王坝村。这条沟渠的修建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上个世纪60年代啊，草王坝村的村民啊缺水少粮，当时时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呢，就带领着当地的村民开始修建这条沟渠。但一修呢就是36年呀，所以说真的是愚公移山呀。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前边就是沟里面的引水源头，然后水沟一直来到这里之后呢，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一直向前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没有？平着过去，要到最远的那个悬崖峭壁，然后再翻过去才是草王坝村。所以它的全长呢是9400米啊，是非常震撼、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大工程，历时36年。你们想一下，你做什么事情能够坚持36年？我们现在就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对不对？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年修沟渠的那种艰辛、那种辛酸、那种不遗余力、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大发曲引水源头在这个沟里面。那么顺着这边过来，这里呢是有一个村庄啊。刚刚这一段呢我是没有跟沟走的，我把车开到下面停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呢从这边上来，走这个悬崖上攀爬上来的。也就是大发曲的这个沟呢还在我的头顶上啊。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也是很久以前的古道，包括新建这个大发曲的时候呢，这一条也是主要的一个运送材料的一个通道。看一下我的这个下边，对吧？也是悬崖峭壁，
这条小道呢也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中间，只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有多陡峭，实际上下边是很陡峭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条沟渠过来之后经过的第一座悬崖峭壁。那么像这些地方的话，基本上人是要扛着才过得去的，要不然你都不好过。那么下边的话，就是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这条沟渠的全线贯通之后啊，不只是起到引水的作用，还大大的缩短了两个村之间的村民的来往。我们看到这个地形啊，前面就是两座悬崖峭壁，下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么对面草王坝村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村庄，两村之间的村民要来往呢，要么就是翻山越岭走上面，要么就是走下面很深的峡谷。那现在这个水渠通了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渠平缓的走过去，大大的缩短了他们来往的一个时间。以前可能要2-3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几十分钟呢就可以进行来往，所以说非常的方便。我们因为在山里嘛，两个村之间有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来往走亲戚，因为被这个大山悬崖所阻隔，所以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就方便的非常多了哈。这里过去呢，前面就是最高的一座峭壁悬崖。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还挺好看的是吧？顺着这个沟渠过来，一路都是风光无限。这个地方像一个2扇门一样，一边一个悬崖，对吧？把这里锁在里面，这种感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最高的悬崖这里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沟渠的边上这个路面呀，还是比较宽的，因为是水泥加固了。但是在以前的话，没有水泥加固的时候，这个边上啊，它都是泥巴。那么村民之间来往呢，它都是走这个上面，甚至更多时候是负重前行。可以说我们身在城市或者说北方平原地区的人们呢，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呢，都是胆战心惊啊，更不要说负重前行了，对吧？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呢，就特别平常了。因为我小时候呢，也走过这条沟渠啊，就是他们还没有修建完成之前我都走过的。那么看起来是特别的险峻，而且那个时候也是背着东西走，对吧？那它这个栏杆到这里呢就没有了，这个悬崖峭壁上是没有栏杆的，所以说恐高的人是不宜在上面行走。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经常看到有村民呢，他们会背着煤啊，背着这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在这个上面行走。那这个就是生活在大山里面的人的区别。你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我们也是砍柴什么的，也经常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所以对山里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特别正常，也是已经习惯了的。那我们走到这里来的话，基本上会看到非常险峻的一个场面。这个下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峭壁。下方还有一条公路，对吧？这里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我们这个公路是6.5米宽的公路，你看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看下去就一点点，所以说整个这个还是非常险峻的。我现在这里每走一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往前推进一步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槽是怎么开的呢？它其实是用钢钎、二水、铁锹一点一点的往前凿，然后呢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个炸药啊，比如一点一点的往外面呢把这些石头呢震出去，然后上面肯定有一些震松掉的，怎么办呢？可能就要从崖壁的顶端啊吊绳索下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些松动的石头呢给它清理掉，反正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啊。你们不要看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打这样的沟渠啊，但是安全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这条沟渠花了36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之后，其实是零安全事故的，所以说非常牛啊。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
你们是不是看到都有点腿发抖啊？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交界处，有一片山水相连、绿意盎然的区域。这片交界的地带被叫做鸡鸣3省，意指早晨一只雄鸡啼晓，3个省可同时闻听。赤水河、渭河、果哈河相会于此，分居于悬崖3侧。云贵川3省也正好以此为界。历史以来，此地都是地理死角，交通闭塞。在云南和四川峡谷顶端建设起来的这样一座鸡鸣3省大桥，建成之后的总长度是286.4米，桥梁宽度11.5米，跨度180米，桥面距离河面垂直高度160米，相当于53层楼的高度。我们往远处看，距离这座大桥700-800米的崖壁下就是四川岸边的村庄，再往远处看几百米，河的对岸其实就是云南岸边的村庄。2个村庄之间只相隔几百米，鸡犬相闻，他们不仅是世代的邻居，有很多还是亲戚。可是以前要在这儿串门走亲戚却很难，首先要从四川这边悬崖上开凿的栈道走到悬崖角，顺着陡峭的峡谷下到河谷底，乘坐渡船到河的另一侧，然后再顺着几乎垂直的山体向上攀爬，才能到达云南一侧的村庄。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却要走上2-3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还充满危险。而伴随着这座历时3年半时间建成的大桥通车，村民走到对岸仅需5分钟。要在这样的深山峡谷建设这样一座鸡鸣3省大桥很不容易，而这一刻，当地村民已等了40年。柳叶低垂落花飞，满天花雨沾雾眉。细看落花谁人醉？偏偏相思付与谁？欲问落花何处归？飘飘洒洒雨风随，心随风动寄相思，偏偏相思付与谁？我在江南，君在北，一片痴情空与对。落花含清风含泪，偏偏相思付与谁？再过一曲落花飞，花飞烟灭爱永随，泪一笑得人憔悴。偏偏相思待春回。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回贵州了哈。今天老妈叫我回来理一点土，他们要种一些高粱，应该是有5、6亩地吧。我上午的时候就折腾了一上午，那个旋耕机坏了，然后去又修，哎呀，搞了半天。现在开始干活，我本来是叫他们不要种了，他们非要种，那没有办法，肯定得回来帮忙把这个土犁一下。他们不会使用旋耕机啊。加油！今天尽量的把它干完。干了一块了，朋友们，是真累啊！这个山区的老百姓种点粮食是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浪费粮食啊！这个没有粮食吃的话，那问题就大了。我本来说让我老妈花个几百块钱一天请人来打一下，她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非要让我回来打。我感觉啊，他不一定是在乎那几百块钱，他在乎的是，他一喊，有没有人回来帮他干活。这个下边这一片干完了，哇，今天是干得精疲力尽，很久没有干活了。早上的时候还是荒地，现在是不是看着舒服多了？你们别说啊，这个土非常的难打，不像平原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土坎边，还有这个土坡上，还有就是这个土里有很多的石头，如果那个刀片打到石头的话，那个整个机器会弹一下，所以说它要求你的这个臂力，掌控机器的这个能力是比这种平土要强很多的啊。看看我身后的小毛驴啊，今天幸好有它，要不然这一点地的话，如果锄头挖的话，你得挖1个月哦，干一天得挖1个月。所以说这个山里面有一个机械的话，还是比这个人工比牛耕要快很多。喝点这个赤泥液啊，打个广告哈，朋友们，这个赤泥液呢是我自己的这个橱窗里面，也是我自己的店铺啊里面卖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啊，它的那个 VC、SOD 还有这个赤泥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补充一点能量。如果说大家注重养生的，可以去咱们这个橱窗里面看一下，它被称为液体黄金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只说一个 VC 吧。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的 VC 大概是100毫升就够了，但是这一瓶赤泥原液它的 VC 含量是400毫克。你们想一下，如果我们需要 VC 的情况下，喝一瓶这个赤泥原液都足够了。大家可以去我的橱窗好好的看一下，因为详情也写的比较清楚。这个喝起来带点微甜，带点涩，带点苦，其实感觉挺好的。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前2天呢，我发布了一个重庆64岁的李阿姨，就她的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啊，然后网上很多朋友呢就在议论这个事情哈。因为我当时呢也急着离开啊，我回来之后呢，像我现在这里去那个地方呢有600-700公里啊，我下一期呢再录一个视频啊，把这个事情呢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也让大家呢很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咱们再说后续，好吧？哎呀，终于干完了，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干了多少。这一大块估计都得有2亩地，然后下边这一块也是很大的，然后下面那一坡，现在看着我都感觉我干不完。哎呀，实在是受不了，今天真的是干得精疲力尽，现在整个手都是抖的。我今天差不多是从这个中午11点多开始干，现在6点半，半天时间，这里的地差不多是5亩多6亩，厉害吧？我都佩服我自己啊，一直都是赶着走的，就是使劲的把这个旋耕机往前面推着走。虽然说这个质量干的不怎么样啊，但是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这个地呢是跟来种高粱的，因为高粱呢是政府这边发种子下来，然后包回收的，大概是5块多1斤吧。然后这一片地做下来的话，应该是可以卖个1万多块钱，我觉得还可以啊。最起码是比种玉米的话提升了好几倍的这个收益，对吧？你们别看我不怎么干活，但是我干起农活来却是一把好手，因为从小干到大嘛。不过今天这个活干了之后，我估计好几天都起不来。哎呀，现在整个人都是散架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也劝他们不要干了，因为干这个活挺累的。但是像我们的上一代人啊，他们对这个土地是有感情的，这个富人呢可能理解不了，因为像我们的上一代的话，他们可能是卡着这个饿饭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小时候就吃不饱穿不暖，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土地的感情呢，基本上是当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只要他在老家，他一定要把这个地种一种。我们不想干也没事，但是他们要干的话，要尊重他们。你看我这不就回来跟他们耕地了吗？最后啊，再跟朋友们说一句，粒粒皆辛苦啊，一定要珍惜粮食，好吧？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乌溪的南阴大峡谷这里啊，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啊，如诗如画一般。看到我对面这座崖壁没有？这个崖壁上呢有一个村庄，
犹如世外桃源一般。而且村庄上的人啊，好像都挺有钱的，都是修的楼房。这个地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我说的那个村庄就在这个崖壁之上，又像在云端的这种感觉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它的前方是悬崖峭壁，它的后方是高耸入云的山，也是悬崖，左右呢也是悬崖。他们修的这个公路啊，也是从那边的悬崖峭壁上呢慢慢的凿过来的。然后右侧呢是通向另外一个地方的公路，但是它也是尽头路啊，到前方一点呢就是几户人家，然后就没有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的话，它是前方悬崖，后方是高山，左右都是悬崖。而且这个村子上的人还住了这么多，家家户户修的都是楼房。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形啊，正好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坦的区域，土地呢也是够用的。虽然前方是悬崖峭壁啊，但是住的这个地方呢却是非常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村庄的人啊，真是有钱啊，住在这样的深山里面，家家户户都修的楼房，应该是不会差的，对吧？而且这个村的布局，我们注意看一下啊，你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形，稳坐在这个台上。我们看到这个村庄的前方呢，就是上千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虽然说住在这个地方可能不能出什么大官，但是生活富足是没有问题的，对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靠崖壁的一个地方呢，它还建有一个环形的水池，所以说呀，这个布局是非常合理的。我感觉这个村庄啊，在建村之时呢，就有这个高人指点啊，相当的厉害。这个村庄的下面啊，就是非常深的南阴大峡谷啊。这个峡谷的谷底跟他们居住的位置有1000多米的这个落差，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们这个村庄的建村之人，非常漂亮。而且这个村庄的人，我们看得出来都是生活富足的，因为家家户户都有楼房，它的土地，你环顾一下四周，它的土地也是肥沃的。整个四周的话都是这种比较陡峭的山，可能土壤也比较差，但是正好他们居住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土壤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呀，我说这个村庄啊，在建村之时就有高人指点，你们同意吗？